这2个实验都说明记忆和视觉在大脑里是不可分的。Hello， 大家好，这里是飘飘飘哥。今天我们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来聊一聊贾玲坐到杨紫腿上了。想知道这个，我们必须先来看一下大脑是怎么回事。就像大家都知道的，爱因斯坦非常的聪明，而同一时代的特斯拉也毫不示弱。然而，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大脑开发的特别好。爱迪生嫉妒也没有办法。爱迪生说，99%的努力和1%的灵感，你就成功了。而特斯拉说，如果你用1%的努力就成功了，为什么你要消耗那99%呢？特斯拉讲的翻译过来就是，如果你掌握了某种能力，无需努力一样成功。你同意他的颠覆的说法吗？一会儿咱们来填这个坑。其实这里的努力和灵感隐含着的就是大脑的机能运用，而大脑对科学界一直是一个谜，其中有各种解释。对于特斯拉的说法，很多人都不理解，最重要的原因是人们并不真正的了解这个宇宙和你的大脑。咱们的频道就是从千奇百怪的角度来开发心智，沟通宇宙，探索人生。你问我宇宙在何方，我指着飘然的方向。当你看了飘飘然的全部视频之后，你会恍然大悟，原来这个世界是这样的。今天咱们分享的就是其中一个脑洞大无边而又没有破绽的大脑解释。当我们看到贾玲坐到杨紫腿上了，我们的反应是什么？那就从记忆和视觉的角度出发吧。1946年，普利邦医师在佛罗里达州杨克灵长类生物研究室与神经心理学大师拉什里一起研究记忆的工作方式。当时的拉什里已经花了30多年的时间专门研究记忆。他先从训练老鼠走迷宫，有了路径记忆之后，通过外科手术切除老鼠脑中的许多部分，再测试老鼠走迷宫的能力。但是拉什里惊讶地发现，无论切除老鼠大脑的哪一个部分，都无法消除它们的记忆。尽管会造成走路不稳等等问题，但是走迷宫的能力丝毫未受到影响，这开始颠倒人们的常识。除了记忆之外，拉什里还发现视觉功能似乎也同样不受脑切除手术的影响。他发现切除了老鼠近90%的记忆中枢之后，老鼠依然可以做许多需要复杂的视力技巧的工作，这再一次的颠倒了人们的常识。所以这里应该有个经典的台词，什么呢，小伙伴们？对了 ，Oh my God， 嗷嗷狠！普利邦和拉什里都被实验结果给惊掉了下巴。这个世界永远都不会让你消停的过的，也就是一个闹事儿的还不够，孩子刚刚打碎了糖罐子，老婆上来就一个大波溜子，嘴里还捣鼓着，你能不能长点心呢你啊？那就看一看下一个大波溜子往哪儿打。印第安纳大学生物研究员皮亚兹，他使用蝾螈作为样本。大家知道吗？蝾螈有六角蝾螈、东方蝾螈、霸王蝾螈等等种类，可以做宠物。科学家不管宠物不宠物这些的，肛门都可以有柿子，一个蝾螈做宠物做实验又算什么呢？皮亚兹做了近1000次的一系列的实验，他认为普利邦和拉什里的实验结果不靠谱，他准备对他们进行无情的比天津老师训学生还要严厉的批评。天津老师只是说家长素质10万的不如收入50万的，而拉什里准备说的是
普利邦的结论是低素质的实验。蝾螈的取食行为如果不受大脑特定区域的控制，那任意更换蝾螈大脑组织的位置就不会影响它们的取食行为。那他先是将蝾螈的左右脑互换位置，发现蝾螈可以正常的取食，他又将蝾螈的大脑上下倒置，发现同样没有影响。于是他将蝾螈的脑切片随意的互换排列，或者切出一部分，甚至切碎。你没有听错，将大脑切碎，然后只要将大脑切碎的大脑放回去。这个到底是恨普利邦还是恨蝾螈呢？亦或就是个虐待狂，或者老高讲的暴躁症呢？但无论他如何的蹂躏和摧残，把切碎的大脑放回原位置之后，蝾螈和没事一样，仍然可以正常的完成特定的取食行为。 Oh my god， 嗷嗷狠。当时皮亚兹歇斯底里，筋疲力尽，就跪了。他不能理解，确实是不能理解。那么不单单是他不能理解，就是所有的科学界都不能理解。这两个实验都说明记忆和视觉在大脑里是不可分的。显然传统的医学认为视觉由视觉中枢处理的，而视觉中枢类似照相机的功能，将眼睛所看到的内容投影于视觉中枢表面，并且所见的内容与脑中的影像是一一对应的。这个一直是人们深信不疑的。当时还有很多的实验证据，其中一个就是在1920年，加拿大神经外科专家潘菲德，他发现足够的证据证明记忆存在于大脑的某些特定的位置。当时他对癫痫人做了脑部手术时，惊讶地发现，刺激病人太阳穴后脑叶片时，原本清醒的病人会重新清楚地经历过去所经历的事情。有一位病人突然想起了在南非时与朋友的对话，另一个男孩听到自己的妈妈在电话里讲电话。当潘菲德多次刺激以后，男孩甚至可以清楚地重复全部的对话。另一名女士感觉自己在厨房里听到了她孩子在外面玩耍。潘菲德发现同一位置会产生相同的回忆。因此从这个实验人们得出的结论是，记忆在大脑中都是有特定位置的，而且这种看法一直是占主导地位，直到咱们先前所讲的老鼠和蝾螈的切片实验之后，才让科学界在几十年后有了全新的认识。对于大脑还有很多的未知，咱们举几个例子。首先说大脑的容量，物理及数学大师、计算机之父冯诺依曼在1956年于美国的耶鲁大学一次演讲中提到，人类的大脑容量估计是3500万亿兆字节，尽管以当今计算机的标准而言也是天文数字。面对如此惊人的储存量，人脑研究专家也一直无法解释大脑究竟使用了哪种方式才可以储存这么庞大的信息呢？再说回忆和遗忘，有时我们闻到一种味道，或者是见到一个物品，都会瞬间的很自然的想到过去的一些经历。要从记事起的所有记忆中如此顺畅地调取出这段相关的记忆，其实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包括能够在众多人中认出熟人，并且瞬间的知道他的名字。虽然我们都习以为常，但是人脑研究者早就认识到这是一项非常复杂的能力，需要大脑有一套极快而且准确的信息处理功能。另外，记忆力也是一个谜。记忆力是其他能力的基础，高中学习好坏其实和记忆力有直接的关系。为啥女同学学习好？因为女同学的记忆功能强于男同学，而创造性是很难在高中体现出来的。大家听好了，这话的意思是说，你在班里倒数第1名，或者是倒数第5名，那是因为你的创造力太强大了。
我们再说个例子，我们中国人一般都是用右手来写字，但是如果用左手写一次字，也不难写得出来。也许你觉得这个很简单，但在传统的脑科学看来，所有的肢体技能都是由大脑某一部分的神经细胞控制的。如果没有学习过这一技能，人就应该不会做。也就是说，没有经过训练，一个用右手写字的人，其左手不应该能写字。从这个角度来说，人往往很奇怪，一方面对自己不可思议的能力习以为常，一方面又觉得自己的潜能是天方夜谭，否定自己的未知能力。这些现象用传统的对大脑的理解根本无法解释。还有就是贾玲坐到杨紫腿上了，这个用传统的科学一样无法解释。有人立马反驳，怎么不能解释？杨紫是这么反应的：太轻了姐，我都能晃悠你了哈，那都坐到腿上了，可以成为朋友了吗？对不？贾玲的反应是：这么硌屁股呢，没办法，将就一会儿吧，比站着强啊。这就是两个人在对待同一件的事情上，大脑不在同一个频道上。但是沈腾大哥起早贪黑刷微博，就是为了找这张照片呢，大家看一下。那么普利邦在实验研究后，他是怎么解释这个的呢？他首先说，大脑其实是一种全向影像记忆方式。什么是全向影像？就是影像与脑神经电路是有对应的，脑神经细胞之间通过电子通信，而每一个神经元都有像树枝般的分支连接到相邻的神经元。当电子到达分支末端时，会向外发射，因为振动而互相的交叉的影像。因此这些神经元制造了一群无穷无尽的干扰波，就像是池塘中的水波。这样的水波记录了所有的信息。这个全向影像和上一集宇宙的隐含秩序层所提到的丹尼斯·盖博提出全向学的基础理论是一样的，就是将一束光分为两股光束，第一股光束照到投影对象上，再反射出来，与第二股光束交汇，这时就会形成一个干扰，产生波形。软片则会记录下这一波形，就像是水面上的两个水波交叉时，会在水面产生新的水波一样。当再用一束光照射这张软片时，投影对象就会以极其逼真的 3D 立体影像这种形式出现在空中。更神奇的是，如果这张软片切分成两片，它们会各自展现出投影对象的完整影像。随着切分数量的增加，影像会更多，但较远的会更模糊，但是会趋向于无穷。这就是大脑中的无限记忆，只要有一点点的角度，就可以回忆起一系列的内容。那么贾玲坐到了杨紫腿上了，这个成像就理解了吧？这就是全向投影后出现的自然影像在大脑中的错位。这并没有完，而是当20年后，当人们回忆起这件事情时，所有的人都认为贾玲确实坐到杨紫的腿上了。贾玲和杨紫两个人都不会承认，但是地球人都知道啊，他们会以压倒性的数量上的优势使贾玲和杨紫承认就是做了。这从侧面也验证了一个大家知道的效应，大家想一想，叫什么效应呢？对了，曼德拉效应。 Oh my god， 飘哥嗷嗷狠。而全像有强大的信息储存能力，研究人员使用全像方法发现1平方英寸的软片就可以储存至少50本圣经的信息。
干扰性的全像技术还可以解释我们的技巧性的转移能力。如果大脑所有的记忆，也包括所有学过的技能，都转换成一种干扰波的形式储存起来，信息可以在脑内随意转移，这就像是弹奏一首钢琴曲一样的流畅顺畅。从上一集的超弦理论，宇宙就是一个馄饨汤、臭鸡蛋，或者从全像的想象力讲，宇宙就是一个大果冻。咱们也讲过的双鱼实验，其实它是一条鱼，只不过是摄像机的位置不同。而且我们也解释了为什么会有量子纠缠，这些你能理解吗？没看过的小伙伴们赶快回去追剧。OK， 这就是牵一发而动全身。那么这里所得出的结论就是，大脑也是如此。通过全像影像以及干扰波，大脑的容量、记忆力、回忆和遗忘，以及幽灵痛、贾玲坐到杨紫腿上的视觉错位等等，都可以解释得通。所以大脑和我们上一集讲的宇宙就是一个全像的投影，有异曲同工之妙。也就是说，大脑和宇宙一样，也是一个整体投影。从它们的成像的本质来看，其实极有可能宇宙就是一个大脑，或者说大脑就是宇宙的一个缩影。 Oh my god， 嗷嗷狠。这个烧脑的结论让人感到全像影像是一个让人细思极恐的现象。记得《盗梦空间》 Inception 里，两个主人公看到竖起来的街道时，大脑已经无法分辨真的和虚幻的了，那就是全像影像的结果。好莱坞大片总是走在人类思维的前面。说到这里，再来看看特斯拉的观点，其实也很简单，我们都来自于金星，宇宙不分你我，这个世界是一体的全息投影，所有的知识都在投影里，你要学会如何去取。说到这里，学姐不屑地问，孩子的作业做完了吗？你的大脑开发出来多少呢？为了躲过一个大波溜子，我得溜了。我把同样的问题送给视频前的你，欢迎留言互动。好的，今天呢就飘到这里，谢谢您的收看。觉得好的，你倒是订阅和点赞呢。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孤独看飘哥。Peace and joy。